怎么让一个不够尊重你的女人用一种几乎卑微的这种姿态去求着跟你在一起？记住4个字：不配得感。当一个女人觉得自己配不上你时，她就会敬畏你、崇拜你、臣服你。几乎所有能在感情里牢牢掌握主动权的男人，都深谙这条不配得感法则。他们征服女人靠的呀，从来都不是低姿态的甜言蜜语，而是制造心理层面的维度差啊，让女人在潜意识里面觉得什么啊？这个男人他好像在我够不着的这种地方。就是我配不上的这种感觉，会让对方一边害怕失去，一边渴望靠近你。那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实战案例去拆解不配得感的3个维度。这个兄弟的情况呢，跟我们大部分观众很多粉丝是一样的，他的价值和认知都是完全碾压女人的，而且出手也非常的大方啊，2个多月给女生花了6位数，人呢也是非常有素质、有涵养的。甚至从来没有压力过这个女生要跟他在一起，那为什么女生不喜欢他呢？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聊天记录，我们就知道了啊。首先就是这个兄弟问这个女生啊，说你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怎么去喝酒了？女生回复说你问这么多干嘛？烦不烦啊？兄弟又说我烦，好，那你喝吧，我懒得管你了。那之后过了2个小时之后，这个女生说什么？宝宝我好难受，你能来接我一下吗？兄弟这里过了10多分钟之后，估计也是进行了一些思想斗争吧，就很无奈的说了一句发位置啊！我当时就去问兄弟啊，我说你已经通过正面反抗的这种方式，对吧，向女生输出了你的底线了，那之后又为什么要去服软去接她呢？兄弟当时给我的回答是什么？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万一他真的不理我了怎么办？ OK， 有这种想法的兄弟，你们给我记住了。这句话就是女人她天生是倾向于那些在地位、资源和情绪掌控力上远高于自己的男性，这个才叫默契。我举个例子，你可能学历更高，收入更好，客观价值也全面的在碾压他，对吧？但只要你一上来，你过度暴露需求过度着急表白过度讨好，无底线迎合，那他心里面马上就会想起一个警报，就这个男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这么讨好我他该不会是有创伤，还是说他现在没人要？整体来讲你把这段关系的掌控能力递给他了，所以你失去了掌控力，也就失去了高价值的一个人设你看明白没？一旦你拼命寻求他的认可，那你的吸引力就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至0位。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逆转各位还记得我开头说的吗？当一个女人觉得自己配不上你的时候，她就会开始依赖你。所以在我接手兄弟这个事儿之后我就逐步的带着他开始营造这种不配得感。完了现在兄弟对这个女生的消息呢，就开始永远回复都不要超过5个字甚至呢很多时候可以直接不回。同时我也在带着他去做一些朋友圈的价值展示面去PO一下他的这种高质量社交动态。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营造不配得感的第一步，比较基础不是炫富，更不是什么资源碾压，而是在心理结构和社交姿态上让对方去感觉到你始终领先他半步。这种我见过更好的，所以不会因为你而慌张的淡定，才是真正的心理到位。这个过程持续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有天晚上这个女生就给兄弟发消息了说她又喝多了，让兄弟去接一下。那我们直接怎么回复她直接回答2个字没空女生当时就回了2个问号。那我们就继续说呀，我们就说你是语文水平不好吗还是理解水平差呀？发什么问号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凶呢？其实这个就是营造不配得感的第2步，叫做强势冒犯。记住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学生时代，越是认真小心翼翼追求的男生，反而越难追到女生而那些敢于去扯女生辫子的男孩子，他会更容易走到这个女生的心里。为什么？因为在社交潜规则里，只有上级才能责令下级，敢于去冒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处于高位。当你用强势的姿态去对抗女人的时候，他潜意识里接收到的这个信号是什么？这个男人他没有再取悦我，他也不害怕搞砸关系，所以我需要敬畏他这就是心理主导权的无声宣告。当然了，屏幕前的各位一定不要无脑照抄
我敢让这个兄弟这么冒犯女生，是因为兄弟身边有我啊，即便有了恶劣的突发情况，我也有信心能随时帮他把局面给拉回来。所以如果你们身边没有一个靠谱的军师，那各位一定要够稳才行啊。好，我们把话说回来，女生在被我们冒犯了之后，当时等了有个几分钟吧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都这么难受了，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你还要对我发火吗？怪不得啊，有句话是什么？女人三分醉，演到你流泪。明明心里是在骂兄弟，但是到了嘴边就变成了他在乎兄弟啊，段位是不错的啊。我们怎么回复？我们说平时不想我，缺司机了就想，那你还是去想别人吧，我睡。女生当时几乎是秒回的，可以看得出来她已经被激怒了啊。她直接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生气了，再这样我就把你删了啊。真正想走的人不会大声敲门，对吧？所以我们要怎么回复啊？我说我要睡了，懂吗？要删就删，不删就等着明天再说。其实这个啊是一个小方法论，面对女人的任何情绪，或者说你不想去跟她聊的任何话题，你都可以用明天再说来规避，让女生自个儿去琢磨，知道吧？那之后呢，兄弟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嘛，看到了女生问了句什么？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呀？啊，到底咋了嘛？这句话女生一说出来，我就知道问了。然后呢，就让兄弟好好去睡一觉吧。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让兄弟主动的去开展话题啊，问女生怎么问的，说昨晚你还想说什么？这会儿慢慢说呗。女生当时直接就回消气啦。你们看哈，女生这个时候她还在试探兄弟。你说消气了吧，那就证明她昨晚调动了你的情绪。你说没生气，女生也只会觉得你是在嘴硬。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回应呢？我当时让兄弟这么回复他，说到底说不说？下午还要带人逛街，没空陪你打哑谜。各位啊，知识点来了，这个就是营造不配得感的第3个核心，叫做激活同性认证。简单来说啊，女生是更容易喜欢上已经被其他女人认可的男性。她评估一个男人时，是不只看他自身条件的，更会像雷达一样去扫描他身边是否有其他的女性的这种认证信号。如果你一和女生说话就紧张结巴，只会讨好，只会尬聊，女生潜意识里就会判定，看来这个男人啊没什么市场，没有女人会要他，别人都不要，我为什么要喜欢啊？反之，如果说他发现你身边有其他优质女生，甚至你还能淡然的和那些优质女生去正常社交，那他的雷达反而会响起来。你能吸引到他们，那肯定就有我没发现的隐藏价值。那自然而然，这个女生的好奇心和不甘心就会驱使她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到你，这个就叫做同性认证啊。这次呢，这个女生是回得非常快的啊，她说脾气够大的啊，玩的也够花的。那我们怎么回复呢？我们说你的占有欲啥时候这么强了？之前也没感觉出来啊。女生回复说，我一直把你当好朋友啊，所以你昨天莫名其妙跟我发火，我心里真的挺难受的。那我没有回，莫名其妙。原来在你眼里，一个为你付出一切的朋友，某一天突然悬崖勒马，及时止损了，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女生回复了，根本就不是你说的这样好吗？你知不知道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你也从来没有说过想要和我在一起啊。我们回啊，你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我又不是慈善家，注定要亏本的生意没有人会做的，不扯了，拜拜。那这里呢，焦哥还是要再强调一下，以上所有的拉扯虽然看起来非常的解气，非常的爽，是吧？但是兄弟们，你们一定不能误判这件思路就可以了啊。这段拉扯的底层逻辑就是去激发女生的一个损失厌恶心理。如果你拿捏不好尺度，可以随时来逼逼的。焦哥希望你们能够在行动之前来寻求更好的帮助，而不是在冲动之后来找我善后啊。那这一次呢，就是等到晚上啊，这个女生才给兄弟发消息啊，说什么？说我点了些小龙虾啊，你来吃不？啊，当时我让兄弟这么回的啊，当时是过了一会儿才回的，就说又来，你这次缺啥了吗？缺个买单的，还是缺个剥虾的？啊，女生当时回复说，哈哈，没有，就是想跟你聊聊啊。我们就回了呀，那不来，没心情，我宁愿自己喝点啊。女生回复了，说那我把酒给你点上。我们回了，什么叫给我点？你不喝的吗？女生回复说喝嘛喝嘛。我们就会行，晚点来。那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后续兄弟跟女生会有什么开展，我们就
就留给你们自个儿想象吧，好吧，懂的都懂。他们俩的事情没有持续太久啊，交付挺快的。最后呢，焦哥是真心的希望各位一定要记住，让一个女人对你心动，从来不是靠感动，而是靠激发。激发的核心是这份不配得感，它可以来自于客观价值的差距，更可以来自于气场的一种压制或情绪掌控的碾压，或者价值展示的底线，对吧？真正高段位的男人不会去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只会让女人觉得什么？自己是需要努力才能配得上的。你的任务不是要去追逐光，而是要成为那束光。你要让他情不自禁的想要去追随你。OK， 嘉哥还是那句话，弱男专研技巧，强男只讲人性。